肖战这个人从来沉稳又冷静，仿佛面对一切突发状况都可以游刃有余。所以王一博越发喜欢激怒他，喜欢看他情绪因为自己而波动，喜欢看他生气，看他慌张，看他不知所措到难以自持的样子。就好比此时此刻，肖战看他手里拿着那张纸，慌得像是做了什么坏事被抓包的小孩子。他只觉得男人可爱，不由得寸进尺，笑得意味深长。我到处找不到，原来是你偷了。肖战却很快镇静下来，上面写了我的名字，我不可以拿吗？通告单上你名字更多，又不见你拿。肖战笑了笑，说：不让我拿就还给你好了。果然又开始了迂回战术。这个男人出道时间还没他久，聊天时避重就轻的技术却是炉火纯青，永远能轻巧地回避掉不想面对的问题，逻辑上还毫无破绽。他已经傻乎乎地被带跑过好几次，所以这一次再不可能中招。他朝男人走近了一步，勾起一边唇角，坏笑道：战哥不会暗恋我吧？肖战面无表情地看了他一眼，写我名字写了一张纸，是你暗恋我才对吧？不对，他摇一摇头，我不是暗恋，我是明恋。肖战翻了个白眼，一副不想再和他胡闹的表情，扬了扬手机，还玩不玩了？不玩了。他突然收起笑容，表情认真，我们聊聊。肖战却压根没看他，自顾自穿好了外衣就要往外走。那我出去跑步了。仿佛有风将他心底那簇小小火焰燎起，无数火星飞溅，迅速点燃他身体里的每个角落。他抬手就抓住了男人的手臂，在开口时声音里已经有了怒意。肖战，可能是隐忍了太久，可能是被无视了太久。如果拳头永远只能打在棉花上，那么今天他就要把那团棉花全部扯开，哪怕后面是墙是铁，是沸水是流火，会让他遍体鳞伤血流成河，也好过现在这样空落落的无助。他宁愿痛，也不要这样绝望。他凝视着对方，冷声问道：你到底在怕什么？肖战亦是冷冷回望：我没有怕。那你跑什么？我是要去跑步对吗？他冷笑，朗声道：好，我陪你一起跑，跑完我们再聊。但是肖战，我告诉你，我喜欢你，就算你跑到明天早上，我也还是喜欢你。肖战猛地睁大眼睛，怔在原地，仿佛被他丢了一个定时炸弹在怀里，连声音都喃喃的：你开什么玩？没有开玩笑。他听见自己声音异常的冷静，就好像是说着一些已经在脑海里排练过千万遍的话。我今天一滴酒都没有喝，所以不是喝多了，也不是开玩笑，我非常认真，非常清醒。就算你把蓝湛找来禁我的言，我也还是要说，我喜欢你，不是喜欢摩托车滑板的那种喜欢，也不是喜欢大老师尹正歌的那种喜欢。肖战原本定定看着他，突然低头轻轻一笑，低声问：那是哪种喜欢？他一下子被问住了，支支吾吾说不出话。肖战任他抓着手臂，微微颔首一笑：那我再问一句，你为什么喜欢我？因为你很好。他突然恨自己才疏学浅，想不出更多的理由，说不出更华丽的句子，只能反复强调：你特别好，特别特别好，我就是喜欢你。肖战仍是微笑着看他，只是居然被他在那笑容里看到悲悯。男人的声音很温柔，一如往昔：一博，我们每个人一生之中都会喜欢很多东西，会喜欢很多人。他突然意识到对方想讲什么，
只是本能地攥紧了拳头，却不知该如何反驳。你也是谈过恋爱的，对吧？我也一样啊。每次恋爱，我们也都是真的喜欢对方。那么分手是因为不喜欢了吗？这样的话，那份喜欢未免太廉价。我想不是因为不喜欢了，而是距离消失后才发现很多不合适。但即使如此，即使分手很令人难过，也不妨碍我们过段时间再喜欢上别的人，对不对？不是的，不是的，以前或许是那样，但这一次不是这样的。他抓着男人胳膊的手更用力了些，仿佛下一秒对方就要消失似的，心底急得如油煎火燎，却只能听肖战继续讲着：你年纪还小，以后会遇到很多喜欢的人，会有很多心动的时刻，和现在比起来，一定更加真实，和我比起来，一定更符合你心中对喜欢的定义。他终于忍无可忍，你这是强盗逻辑，我不接受。你怎么知道现在不真实？你怎么知道我心里对喜欢的定义是什么？肖战，你不能因为读过的书比我多，就这样敷衍我。一博，我是在教你。男人也提高了声音，目光灼灼地望着他。你听我说，我们做了太久的魏婴和蓝湛，难免会被角色影响。这对于演员来说是常有的事，你不能把这种感情转移到现实中来。胡说八道！他喉咙里似有烈焰在烧，眼中几乎要喷出火来，恨不得把眼前的人揍一顿才好。我从来没有被角色影响，把我当成蓝忘机的是你。你以为我为什么要来演阿令？你以为我是因为魏婴才喜欢你吗？狗屁！魏婴是蓝忘机的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肖战突然睁大眼睛，他看着对方震惊的样子，只觉得悲哀，连愤怒都变得无力起来。扯开了棉花，果然是铜墙铁壁，自己赤手空拳，只是鸡蛋碰石头罢了。他嘘嘘笑了一下，眼眶却热起来，只是表情依旧倔强，像个不服输的小孩子。你可以不接受我的喜欢，你甚至可以讨厌我，恶心我，不再理我，但你不能胡乱揣测我，更不应该怀疑我。肖战偏开头不看他，仿佛自言自语：我没有讨厌你，更不会不理你。男人闭了闭眼睛，长长的睫毛遮住了他眼底的情绪，唯有声音依然悲悯，却更像是在可怜他自己。但是一博，这条路太难了，你真的不要走进来，好不好？他突然一怔，觉得有点反应不过来，然而下一秒仿佛有扇门在眼前打开，有光照进来，让他豁然开朗。可他不能确定，只是努力压抑着心底的欢喜，难以置信地问：你是因为这个？肖战十分茫然地看着他，他另一只手也抓住他，听到自己的声音都在抖。所以你一直逃避，不是因为不喜欢我，你也喜欢我，是不是？一博，你回答。他咬着后槽牙，觉得自己这辈子所有的耐心可能都给了对面这个家伙。肖战，你今天必须回答，否则我现在就发微博艾特你表白。肖战静静看着他，眼中没有多余的情绪，仿佛过了一个世纪那样久，终于开口说道：是，我是喜欢你，但那又怎么样？王一博，你也20多岁了，还以为谈恋爱是过家家，互相喜欢就可以手牵手一生一世了吗？确认了最重要的事，他一颗心狂喜到就要爆炸，并不介意紧接着被泼一盆冷水，反倒笑得俏皮，顺势紧紧握住男人的手。谈恋爱当然不是过家家，
但互相喜欢，什么不能手牵手一生一世呢？肖战用力想要挣开，他偏死死抓着不放。肖战气得瞪他，王一博，他只会盯着心上人傻笑。肖战却突然沉下脸来，你在胡闹，连朋友都没得做。平日里虽然他经常张牙舞爪的发小脾气，但其实肖战才是生起气来最吓人的那个。他不得不依依不舍地放开手，表情十分无辜。我没有胡闹。肖战不再理他，径直往门外走去。他心中愈加委屈，像是小时候明明没做坏事却被老师冤枉，不由喊道：互相喜欢为什么不能在一起？别人怎么看怎么说是别人的事，为什么要为了别人而活？肖战停下脚步，但并未回头。杀青以后我们1年能见几次面？这样的喜欢能维系多久？我们俩在一起，永远不可能光明正大，永远要偷偷摸摸。这样的喜欢又能维系多久？如果注定不得善终，如果注定得不到祝福，不如不要开始。说到底，你还是不信我。他再次握紧了拳头，大声说道：你告诉我，我要怎么做你才肯相信我不是一时冲动，不是因为角色，不是因为这部剧，不是因为朝夕相处，我就是单纯的喜欢你而已。你要怎样才肯相信？你告诉我，我一定做到。肖战站在那里不讲话，他心里着急，绕到男人身前，看着那双漆黑的眼睛，几乎像在哀求。你不能这么不公平，总得给我个机会。他看见肖战眼中的挣扎，似乎短短几秒钟的功夫也闪过了无数念头。最后男人终于说：我们等杀青以后再说好不好？不要影响剩下的拍摄。杀青后我们也有更多时间和空间去整理心情。如果那个时候喜欢依然存在，我们可以试试看。他只怕肖战一味拿那些奇奇怪怪的理由推开自己。听到男人这样说，不由心底一松，满脸的神采飞扬，笑着回答：好，我答应。他已经等了这么久，不在乎再等一阵子。肖战见他小孩子一样如此易于满足，也忍不住笑起来，摇一摇头，像是拿他没办法，又像是有点不好意思。男人笑起来真的很好看，很可爱，眼中仿佛有烟火绽放，让人目眩神迷。明明比自己大了6岁，却总让自己生出守护的心思，想要快点强大起来，有能力去守护他，愿意毫不犹豫付出自己的全部，去守护他的笑容。他怔怔看着对方，突然问：战哥，我可不可以亲你？肖战呆了几秒，他已经凑过去飞快地吻了一下男人的唇角，笑眯眯的，像是小孩子吃到了糖。肖战红着脸瞪他：我都还没答应。他一脸无辜地回答：你考虑了3秒钟，都没有反对，不就是默许的意思吗？王一博身手灵敏地躲开了对方的袭击，他反手拉开房门，还不忘冲心上人调皮地招招手：战哥早点休息，梦里见。